你感觉到了，不是吗？空气中那种不稳定的震动，一种低沉而持续的焦虑频率，似乎从我们的手机和电视荧幕中散发出来。你醒来，拿起手机，甚至在喝第一口咖啡之前，就已经被关于远方冲突，要么雨锥的经济和不确定的未来的头条新闻轰炸。这就像是涂在水下呼吸，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一面被坏消息的洪流、恐惧和一切都是空的压倒性感觉所淹没。你自问，当你脚下的土地似乎随着每一个新的新闻广播，每一次在世界另一端爆发的新危机而战斗时，你如何能专注于你的专案？如何能找到平静，或者仅仅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生活？这种感觉把你变成了一个认知，头条新闻的认知，你的心境，你内心的平静，你的专注能力，所有这些都变成了演算法和新闻编辑们决定你那天需要知道的事情的直接后果。你变得被动，像风中的一片鞋子，被你无法阻止也无法影响的全球风暴所裹挟。你试图建立你的城堡，你那小小的秩序与目标的帝国，但是在一片不断战斗的土地上，你该怎么做呢？这种无力感是马背的，他在你耳边低语，说在普遍的混乱面前，你个人的努力是徒劳的，耗尽你的精力，让你处于一种慢性的警觉和无声的绝望状态。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出路呢？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一种为你心灵准备的战争技术，一本在罗马帝国的战场和权力走廊上锻造出来的古老训练手册，一种旨在你内心建立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的哲学，一个人和外部危机都无法穿透的秩序、平静和力量之地。今天，我不会给你关于世界和平的虚假希望，我将教给你赢得你唯一能控制的战争的工具——内在的战争。我们将一起建造4多个心灵的4面墙，你内心的堡垒，把你从环境的认知转变为你自己平静的主权守护者。如果你准备好开始这项建设，请订阅频道，启动通知，并评论你从哪个城市应征参加这场战斗啊！这种微信零准备的战争技术，这种人性的架构，有一个名字：4多个注意。我请你忘记你对这个词可能知道的一切，这不是关于被动接受、冷漠或以及欺人般的冷酷压抑情感。4多个主义在其纯粹和原始的形式中是一本灵魂的操作手册，是在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最激烈危机的火焰中锻造出来的。它由皇帝、将军、奴隶和政治家们发展和实践，他们在一个充满文艺、内战和持续政治不稳定的世界中航行。它是将我们能控制的与不能控制的分开的科学，然后将我们100%的精力投入到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建立一个在外部帝国兴衰之际仍能屹立不倒的内在堡垒。这本手册的第一课在启程时中是残酷的，在其应用中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解放的。4多个注意教导我们，我们寻求的胜利不是世界和平，因为那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控制。真正的胜利是内在的主权，目标不是停止你在新闻中看到的战争，而是平息在你脑中回响的战争。我们将重新定义你对和平的概念，它不是外部冲突的确系，而是有意识的、有记录的，存在着一种不可动摇的内在秩序。你是一个单一领域的皇帝，你的心灵。现在是时候停止允许外国军队以新闻和他人意见的形式，自由地在你神圣的领土上行军并法号施令了。而且不要以为这是有原理残酷现实的，像亚他里的哲学家创造的理论。这门艺术最伟大的事件，这是一个处于混乱中心的人，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他在一个边境战争不断、内部叛乱和一场夺去数百万人生命的毁灭性瘟疫的时代，统治住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他在那里写下了他的沉思录，这本后来成为精神人性圣经的书，不是在一个主境的宫殿里，而是在他的战役日记中，在夜晚，在战线上的军用帐篷里。他运用4多个原则来保持理智、公正和专注。
而他周围的世界确实是在燃烧。如果这种哲学对一个处于战争中的皇帝有效，它也将对你有效。现在是时候拿起工具开始建设了。你的心灵在此刻可能是一个敞开的村庄，大门敞开，对任何入侵者、任何谣言、任何席卷世界的恐慌浪潮都毫无防备。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不仅仅是关上大门，而是要筑70墙，挖掘壕沟，并不输哨兵。我们将把这个脆弱的村庄变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而整个结构的基础，你将建造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墙，是基于一个单一而强大的原则：亲密切主义。因为掌握这个概念，是去奋努力和自我主宰者的关键。这是你开始夺回权力的地方。第一面墙是控制而分法，设计很简单，但需要你钢铁般的记录。你必须拿一把剪，在你的现实沙滩上画一条线，在一边，你将防止绝对所有超出你控制范围的东西，其他国家的战争、统治者的决定、经济的波动、自然灾害、别人对你的看法、过去和未来。这份清单将是巨大的，它代表着外国领土。在线的另一边，你将防止在你直接控制下的东西，你的感知、你的判断、你的意见、你的行动和反应、你的意志。这份清单很小，但它才是一切重要的。它是你的王国。这里出现的内部冲突是既视而猛烈的，因为我们被制约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我们花费了大部分的生命精力和心智时间来痴迷于外国领土。我们担心，我们哭闹，我们辩论，我们为我们无法改变的事情而受苦。就像一个将军忽略自己的军队，去对着晕才大汉命令，期望他们会服从。这是焦虑和无力感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自己像头条新闻的认知。你在一个你没有士兵、没有武器、没有权力的战场上作战，你基本上是在与现实的本质做斗争，并因为它不去赋予你的意志而感到沮丧。你的自然心智会抗拒这种分离，他会说：但我需要担心战争，这让我成为一个善良且见多识广的人。而4多个派会回答：担心不是一种行动，获取资讯师，但担心只是你喝下的毒药，期望世界会因此改变。你的心只会说：但如果我不为经济感到压力，我就会措手不及。而古老的智慧会说：用你的精力来建立你个人的经济，让自己更有技能，来加强属于你的东西。这是准备。压力之是无能为力的噪音。这是一场与将力量浪费在不属于你的领域的习惯的持续战斗。堡垒的比喻在这里是完美的。想象你是这座堡垒的指挥官，你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城墙内的安全、秩序和繁荣。现在，想象你整天都在最高的塔楼上，用望远镜观察着数公里外的风暴。你对着闪电大喊，对着风绝望，诅咒祝语。与此同时，在你的堡垒内，大门敞开，仓库无人看管，士兵们困惑不堪，没有命令。这就是当你专注于不可控制事实所做的事情。你擅离职守，你忽视了你唯一真正的职责。内心堡垒守护者的训练在于每一刻都问自己：这是在我的城墙内还是城墙外？一个关于冲突的新闻，它在外面，这是需要冷静处理的资讯，而不是需要内化的灾难。别人对你选择的看法，它在外面。一句侮辱，它在外面。什么在里面？你对侮辱的回应。你决定如何使用新闻资讯。你的工作，你的运动常规，你对待家人的方式，那是你的领土。你的注意力应该像镭射光束一样集中在这里。通过时间这种划分，一些契机般的事情开始发生。你曾感受到的普遍焦虑开始减轻，因为你不再把世界的重担扛在肩上。你意识到就让你感到压力的事情都属于外国领土。你浪费在无用担忧上的心智能量现在回到了你身上，就像一支迷失的军队现在回家了。凭借这股恢复的能量，
你可以开始真正的加强你的王国，以你从未想过拥有的注意力和专注力来照管你的领域。建造者第一勉强并不意味着冷漠，你仍然可以感同身受，可以获取咨询，如果这与你的美德相符，甚至可以采取政治行动。但你内心的平静将不在于这些外部事件的结果挂钩。你变得见多识广，但不会被感染；积极参与，但不会不看重复。你的处境不再是环境的牺牲品，而是你记录的产物。这是在争夺你心灵的战争中的第一个伟大胜利。你定义了你权力的边界，并开始只捍卫你理所当然拥有的东西。随着第一面墙的建立，定义了你的领土。现在我们需要保护任何堡垒最脆弱的一点——柱门。敌人会试图从这里进入，不是用剑和盾，而是用一种更微妙、更危险的东西——权势。我们要建造的第二面墙是感知的过滤器。伟大的斯多葛皇帝马克·奥勒留说过：“如果你被外部的某件事所困扰，那困扰你的不是那件事本身，而是你对它的判断。而现在你就有能力飞出那个判断。这是接触新闻和时间对你影响力的关键。这里的冲突是深层的。”因为我们的心灵是一台自动讲故事的机器。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事，故事下跌，一位政治家发表声明，一场新的危机出现。我们的思绪立即为这个事实附加了一个判断。他不仅仅说市场下跌了5%，他尖叫：“这太可怕了！这是一场灾难，我们完蛋了。”我们看到的不是时间，而是我们对他们的诠释。我们关于他们的可怕故事，然后我们的情绪反应不是针对事实，而是针对我们自己创造的故事。这就像一个新时带着一条重力的消息来到你堡垒的大门，而你在让它进来制造恐慌之前，先给它穿上了怪物的服装。我们的自然倾向是相信我们的情绪反应是由时间直接引起的，但这是一种错觉。在时间和你的反应之间存在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存在着你的选择权，你运用判断力的权利。堡垒守护者的训练就是训练一个哨兵在这个空间站岗。这个哨兵的工作很简单，但至关重要。当任何印象或消息接近你心灵的大门时，它会拦着它并问2个问题：第一，到底发生了什么？剥去任何形容词或戏剧新成分的纯粹事实是什么？第二，我即将给这些事实添加什么故事或判断？想象一下关于一场国际冲突新升级的新闻，新事跑到你的门口。违禁训练的人的自动反应是打开大门，让恐慌进来。恐慌尖叫道：“世界末日了，我们都处于危险之中，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但你现在训练有素的4多个哨兵会当着入口。他转向信使，平静地说：“冷静下来，只告诉我事实。”信使说：“2个国家向边境调动了军队、哨兵，然后反思，这是一个事实。世界末日的故事是一个判断，一个诠释，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个确定性。我不需要接受这个故事。这个过程不是关于否认或盲目乐观，而是关于清晰，是关于拒绝被自己心灵的创造无所控下。我们大部分的痛苦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我们叠加在现实之上的叙述。通过时间这种分立，你接触了新闻的武装，它们不再是情感炸弹，而仅仅是资讯。你可以用来做出深深决定的资讯，如果必要的话，但他们再也没有权利绑架你的内在状态。你停止对鬼魂做出反应，而开始只处理骨头。这种每天见识心灵之门的时间，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加强了你的堡垒。你发展出4多个派所称的心态平和。你成为世界戏剧的冷静观察者，而不是其中绝望的演员。你学会入世地看待事物，而不是比他们更早。这样做，你保留了你的精力，你的思维清晰，都合在你自己的领土上有效行动的能力。这也是我们第3面墙的主题。建立这个感知的过滤，其实为了确保
无论外面的风暴多么猛烈，你心灵的绳索都保持有序、有逻辑和冷静统治，而不是恐惧。边界一定，大门一守，一个关键问题随之而来：你保护的能量该如何使用？一个守护者在混乱的世界中该如何行动？斯多哥的答案是第三面墙，可以的行动。对抗全球混乱产生的焦虑和绝望的界，要不是被动的希望，而是地方的卓越。回应一个似乎失控的世界的最好方式，是知足的专注于你直接控制下的事物。你的指责，你的下一个行动，你那1平方米的责任。皇帝马克·奥勒留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再浪费时间争论一个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去做一个。我们在这里面临的冲突是宏伟的诱惑和日常的看似微不足道。当战争正在进行，国家陷入危机时，铺床、按时完成工作、锻炼身体或对家人有耐心，似乎都微不足道，几乎荒谬。心灵可能会地狱，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世界在燃烧，而你却在整理时算表。这个声音是虚无主义的警报，它引诱你陷入瘫痪，说服你，如果你不能解决更大的问题，那么任何较小的行动都无关紧要。这是混乱用来渗透你的堡垒，并摧毁你时期的最危险的谎言之一。斯多哥的真理恰恰相反，宇宙的秩序是有微小有序行动的综合创造的。你对混乱世界能做的最好贡献，就是不要给它增加更多的混乱。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一个秩序、稳定和卓越的点，把自己想象成一场广阔而混乱的战斗中的一个军团士兵。你的任务不是独自赢的战争，你的任务是守住你在战线上的位置，举稳你的盾牌，磨砺你的剑，保护你身边的同伴。如果每个士兵都卓越地做到这一点，战斗就会胜利。你的工作、你的健康、你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你在战线上的岗位。抛弃你的岗位，去担心将军的战略，那是你无法控制的，是对你指责的背叛。因此，当世界的新闻让你感到焦虑和无助时，将那股能量转向一个及时的建设性的行动。感到焦虑在增长，去健身房，有纪律地锻炼你的身体。对政治人物感到沮丧，在你自己的工作团队或家庭中成为一个无可挑剔的领导者。对人类的悲剧感到悲伤，对你的邻居做一件善事。你在你的控制范围内执行的每一个有的新的可以的行动，都是对秩序的信任投票，是对抗混乱的小小胜利。这面墙将你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你的训练场，每一项任务，无论看起来多么平凡，都成为世间美德的机会，记录、勇气、正义、智慧。准备一顿健康的饭菜不仅仅是烹饪，这是自制的行为。完成一份困难的报告不仅仅是工作，这是毅力的行为。全神贯注地倾听朋友说话，不仅仅是交谈，这是同理心和正义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来构建你的行动，你为你的生活注入了深刻的目的，无论世界舞台上发生了什么。你成为创造价值的积极行动者，而不是破坏的被动观众。建立这面可以行动的墙，最终巩固了你作为内心堡垒守护者的地位。你不再仅仅释放于世界，你在积极地建立一个更好的版本，从你自己开始。你的平静不再来自于没有问题，而是来自于你以卓越面对每一个时刻的坚定信心。你成为周围人的稳定之源，暴风雨中的驿站平静等他。这也是我们任何人能给予我们时代混乱的最有力和最有意义的回应。我们来到了第4面，也是最后一面墙，最黑暗，但矛盾的是产生最多光芒的一面。随着边界划定、大门看守和你日常指责的确定，我们需要为堡垒准备最坏的情况。这种做法被称为恶的预象。这不是关于悲观主义或吸引负面情绪，这是一种战略性的人性联系，一场灾难模拟，以便如果真正的灾难来临，你不会措手不及。伟大的斯多葛导师塞涅卡建议，我们期待已久的事情，
来临时的大忌会更小。这就是消除震惊力量的时间。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显而易见且强大的。我们的自然倾向是避免思考坏事，我们只注于一种脆弱的希望，相信思考最坏的情况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使其成真。现代文化向我们推销只有好的氛围的理念，鼓励我们忽略生活的阴影。但斯多葛派知道，力量不是建立在否认之上，而是建立在准备之上。从未进行实战训练的士兵，在第一枪响起时将是第一个惊慌失措的人。避免对负面事物的思考，并不会让你更强大，它让你更脆弱，更容易在你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受到震惊和恐惧的影响。这种时间的比喻是你灵魂的战斗模拟器，就像是你心灵的消防演习。你不会每天都出发或警报，期望大楼会驻火。你这样做是为了，如果火灾真的发生，没有人会恐慌，每个人都知道出口在哪里，以及如何冷静有效的行动。的预象就是这样，早上静坐几分钟，思考最坏的情况，不是为了沉溺其中，而是为了演练你对他们的反应。如果我今天失业了怎么办？我会做什么？我的前3个步骤是什么？如果经济危机加深怎么办？我将如何调整我的生活？通过在平静和反思的状态下问这些问题，你消除了恐惧和惊讶的渡海。惊讶是摧毁一个人意志的东西。当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时，他会讲着陷入恐慌。但对于实践了预象的斯多葛派来说，没有什么是真正意想不到的。他已经在他的脑海中访问过那个黑暗的未来，他已经制定了应急计划，他已经提醒自己，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仍然拥有他的选择权，他的美德，他的内心堡垒。这不会让他变得悲观，这让他变得不可战胜。他已经在他的想象中面对了怪物，因此他可以在现实中勇敢地面对它。这种时间还有一个美妙的副作用，他对当下产生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当你现实地思考失去某样东西，你的健康、你的亲人、你的安全，你回到现实中，并以一种全新的强度欣赏它们。你现在正在喝的咖啡，你头顶上的屋顶，你一天中相对的平静，一切都变成了一份珍贵的礼物，而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你不再把生活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你训练了你的心灵去理解万物的无常。矛盾的是，的预象教会你热爱当下的生活，此时此地激起所有的祝福。这第4面墙，反脆弱灵魂的锻造，完成了你的堡垒。有了它，你不仅仅是防御混乱，你还从中受益。反脆弱就是这样，脆弱性在压力下会破碎，人性仅仅是承受它，而反脆弱的灵魂则因压力而变得更强。通过为最坏的情况进行排练，你使你的心灵比99%的人更坚固、更平静、更有准备。你的堡垒不再仅仅是一个避难所，它是一个训练场，一个作战基地。从那里，你可以不是带着恐惧，而是带着平静的力量和不可动摇的勇气来面对世界。堡垒的蓝图已经交付，4面墙它控制而奋发，感知的过路器、可以的行动和的预象，现在构成了你新的内在主权的边界。你开始这个视频是时头条新闻的认知，感觉像风中的一片鞋子，对一个不稳定世界的混乱做出反应。现在你拥有成为你平静的建筑师和守护者的知识，你心灵堡垒的最高智慧观。但是请记着，这份只是不是一个在夹子上心上的将背，它是一把需要每天磨砺的剑，一道需要持续维护的墙。建设已经完成，永恒的守夜现在开始。你的转变不是一个时间，而是一种日常的记录。每一个伟大的路程和每一个严肃的承诺，都是与一个生命、一个巩固意图，并将其转化为身份的公开实验。保护你的心灵不是一种被动的活动，它是一种面对生活的积极姿态。因此，如果你真正致力于担任这个岗位，成为自己和他人的稳定点，你作为守护者的第一个行动
就是宣布你的主权。前往评论区，用大写字母写下：我的心灵是我的堡垒。这不是给演算法的评论，这是与你最强大版本的自己签订的合约。这样做事，也请留下你的赞，作为你誓言的印记，并订阅频道，正式加入这个邮件不可摧的心灵组成的军团。最后，要知道在这场狩猎中你并不孤单，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此刻正在就位，致力于同样的记录。如果你观看到了这一点，你已经证明了你拥有一个真正扫病的剑人。通过评论来宣布这一点，守护到底。这向我们展示了谁真正站在前线，并记着你的最终职责。分享这本训练手册不仅仅是分享一个视频，而是向你生活中那些同样处于围困中的人派遣增援，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堡垒，坚定不移，保持警惕。外面的战争是不确定的，但在这里你发号施令。